大家好，我想做一个系列的视频来讲讲如何刷机。我之前看过各种各样的刷机教程，总而言之有许多问题就不列举了。我想让大家理解刷机是什么，如何刷机，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相应的工具。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刷机本身并不难，主要是步骤多比较烦，其他多的不说了。来看看这个系列视频的安排啊，这个是整个系列的大纲，可以看一看。我会一期一期的上传，等每个大的系列做完，我会上传一个合集版，所以喜欢一次性看完的也不用担心。后期如果我想到了更多东西，我会加上去。然后就是网络的问题，我会分享一些好用的软件和网站，必须要能够访问谷歌。首先推荐的是在官网下载，如果是特别版，我不会放百度网盘这种阴间链接，我会放国内的奶牛网盘和海外的 DualBox 网盘的链接。如果无法使用，那一定是你的问题，与软件网站无关。搭载安卓的设备实在太多了，一个教程实在无法完全覆盖。当刷机遇到一些小问题时，必须自己解决，这也许是刷机最难的地方。我分享一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路径吧，大概是这样。首先 Google 这个不用多说，我后面也会简单讲讲如何正确使用搜索引擎。然后是 YouTube，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YouTube 是全球第2大搜索引擎，有一些冷门问题有 YouTuber 做的教程。XDA 不用多说了，全球最大的移动软件设备开发者论坛，上面有许多大神做的补丁之类的东西，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就是 Telegram 群组，里面的人很活跃和热情，有问题问了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我也推荐一下 Telegram 这个聊天软件，直接在谷歌商店就可以下载。B 站有个叫差评君的 UP 主，刚好做了有关 Telegram 的介绍，十分推荐去看一下。我会放一个链接在简介里，他视频做的挺好的，可以关注一波。这个视频没有特别介绍 Telegram 在使用上的体验，反正这么说吧，我用腾讯 Team 的时候经常锤桌，各种小问题不断，用 Telegram 从未遇到这种问题。我创建了一个 Telegram 频道，有使用 Telegram 的可以加一下，加入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如果有刷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在评论区私信 Telegram 群组里，我会考虑是否需要单独出一期视频来解答这些问题。下一期正式开启刷机之旅，这是我认真做的第一个视频，也不知道怎样，喜欢的可以点一个关注，下期见。要想刷机啊，首先要了解刷机的作用。对我来说，一个不能刷机的安卓相当于残废。刷机的作用我总结为精简、功能美化和生态。精简可以让老设备起飞。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我之前用的红米 6A 啊，这是充话费送的，我不知道和小米商店的有没有区别。总之，这个手机用国内版的米 UI 非常的卡到即使是你刚恢复了出厂设置，就这样在桌面上左右滑动都十分的卡，非常夸张。在刷了国际版米 UI 之后，虽然预装的软件增多了，但是不卡。还有就是去广告，我不知道这种现象什么时候开始的，去广告居然成为了刷机的理由。总之，一般的第三方 ROM 是不带广告的。第二点，功能。刷机能实现的功能太多了，各种 ROM 一般都有自己特有的功能。我拿我在用的红米 K30 Pro 举例吧，我刷 Pixel Experience，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实时字幕的功能，可以识别手机中正在播放的视频、音频，并给出字幕。虽然只支持英文，不过对我来说足够用了。I've tried it and I've realized that it's made my eyelids like super red and they look swollen. I don't know how to fix it. I think I'm just gonna like really cover it with concealer. 12.2.1.0 in order to
install the new unofficial Lineage OS 18.1, which is also based on. 然后就是美化。我刷 PE 这类原生 ROM 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比较喜欢类原生这种风格。我觉得国内的大多数 ROM 连自己的图标、应用内的界面与系统的界面设计风格都不同，哪里来的美观？不管怎么说吧，有美化这个选项，生态，这可能是很多人忽略的问题。依旧用我的手机举例，如果我不刷机，就无法使用很多谷歌系的软件，比如谷歌音效壁纸、Device Personalization Service 之类的。通过安装谷歌框架虽然也行，但是一般谷歌框架只有基础的东西，有些 Pixel 手机独占软件无法使用。我开头提到一个不能刷机的安卓基本相当于残废，谷歌的软件占了很大一部分，对我来说图个省心。谷歌的软件多，覆盖面广，用户的基本需求都能照顾到，更新快，平时使用极少遇到 bug， 即使遇到严重的问题，软件更新突然无法使用，一般也可以通过加入 beta 版来解决。我总结一下吧，不管前面说的再花里胡哨，最后还是要落到用户的使用体验上。我觉得手机终究只是个工具，刷机只是为了让手机使用起来更省心，更像一个工具，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讲完了刷机的作用，来讲讲你的手机能否刷机。手机当然分安卓、苹果和其他。苹果虽然可以越狱，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这里就不多提了。国外的安卓手机基本都能刷机，国内小米和一加基本所有机型都能刷，国内其他品牌一般只有个别机型能刷，小米的 Mix 和红米 Note 系列包很多，一加任何型号包都很多。下面是 TWRP 的表，只要有涉及的型号一般都能刷，当然不排除没有涉及的型号也可以刷，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可能包少一点。我也总结了一些不适合刷机的人，懒得折腾没有备机，因为安卓设备太多，或者在刷机的时候即使照着教程做，有时也难免会出现失误。刷机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成本的，刷机遇到的小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安全洁癖，有些用苹果的就嘲讽安卓不安全，不刷机的替刷机的担心隐私问题。我是想说，手机隐私问题主要与用的软件有关，和系统关系真的不大，而且第三方的 ROM 后台一般更少，理论上隐私更安全。而且你实在担心隐私问题，可以刷 Linux 或者低 Google 的 AOSP， 然后只安装一个开源的商店，这样系统和软件都开源了，够安全了吧？黑砖妄想症呢？有些刷机的新手总是听信网上说的，刷机需谨慎，乱刷就变砖。至少现在2021年了，刷机很难变砖。Recovery 卡刷不了了，可以 Fastboot 线刷。Fastboot 线刷不了了，如果是高通的手机，可以通过9008线刷，所以不用担心手机变成砖了。无法访问谷歌，我提到了这点，懂的人应该已经懂了，不懂的估计你就是这类人。这类人我不是很建议刷机，因为刷机的资源最好是自己去网上找，而不是去酷安这种平台去问人要包。找人要包的时候真的很狼狈啊！有人这时候可能要质疑，网上资源全是一些垃圾，为什么要用？这其实是使用谷歌的原因，过滤掉这些垃圾的资源。当然
刷机后日常使用需要用到谷歌的软件，自然也要能访问谷歌。我本来想科普一下刷机的原理的，但我想到我毕竟不是专业的，误人子弟就不好了。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讲得简单明了的，可以看一下，我也会在简介上放上链接。我再讲一讲如何使用搜索引擎吧，以便你快速的找到对应的刷机包。这个是用在小米这种机型比较多的手机上，这些操作有些搜索引擎可能不支持。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总结了的，我就讲几个常见的吧。精确搜索和排除关键词可以单独使用或者混合使用。例如，我要找红米6的刷机包，但是结果很多都是红米 Note 6之类的，就可以使用这个技巧来排除红米 Note 6的搜索结果。站内搜索，这个就是经常在刷机论坛使用。当你的机型不是很主流时，这个方法总是能找到一些适合的包。我就推荐几个我常刷的包吧。Lineage 主打的是极致的简洁，是我刷过所有包里最简洁的一个。Moki简洁的同时有本地化，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Pixel Experience 图个省心，免去刷入 G-Apps 的烦恼。由于我现在使用的小米也可刷入 MIUI EU 终极养老选择，懒得折腾。其他的包也可以看包官网的简介和其他的人的体验视频。我之后可能会考虑出各种包的体验的视频。在找包之前，我推荐先做2个工作，一个是获取自己手机的设备代号，在找包的时候推荐用自己的设备代号找，不仅可以规避之前提到的机型多的厂商的手机找包的麻烦，还可以避免有的手机高配低配设备代号版本不同的麻烦。有时高配低配的设备代号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安装 IDM， 让你下包时减少等待时间。我会放一个破解版的链接在简介里。在网上找包终究还是比较麻烦，我推荐一下我常用的刷机资源的网站。XDA， 只要在站里有你的机型，各种消息资源都会有。OpenGApps 安装谷歌的最佳选择。TWRP 最好的第三方的 recovery。如果你用的是小米的话，推荐一下 MyFirm， 各种版本的 MIUI 和 TWRP 都有。在刷机之前要确定一些问题，我总结了一下是下面这些。基础信息里面的设备代码一般刷机都要用到，获取的方法有很多，但我推荐搞机助手这个软件，连上手机打开调试就行。可以看到现在连接电脑无法识别。关于手机连点版本号，开启开发者选项，再进入开发者选项，选择打开允许调试就行。里面自带很多功能，新手可以试试。
如果已经打开了调试还是无法识别，一般是电脑没有手机或者 USB 3.0的驱动，手机的驱动包需要到官网下载。电脑的各种驱动，我推荐 Albit Driver Booster 这个软件，可以实现所有驱动自动后台更新。破解版的链接我会放在简介里。关于手机的架构，如果不刷 GApps 就无所谓，要刷的话我推荐东 OpenGApps 这个软件，里面会自动识别手机信息，可以自己下载喜欢的 GApps 的版本。然后就是退出手机内的谷歌账号、小米账号之类的东西，把所有锁屏的东西取消了，指纹、面容、图案、PIN码什么的。然后就是备份数据，然后就是解锁 Bootloader。解锁 Bootloader 时会清除所有数据。解锁 Bootloader 一般使用官方的工具或者 ADB命令，或者进入 Recovery 解锁。各种手机有不同的解锁方式，可以查一下自己的机型能不能解 Bootloader， 怎么解这里就不介绍了。依照官方的指引应该能解决，下一期具体讲解各种不同的刷机方式。先总结一下之前的内容吧。在你查询了自己的手机能否解 Bootloader， 也就是能否刷机后，通过自己的设备代号找到并下载了一个喜欢的包，下载了 Recovery， 退出了账号并清除了密码，解锁了 Bootloader， 这个时候就要通过一种刷机方式来刷入这个包。这些刷机方式选一个就好。我讲解一下不同刷机方式的区别和选择。一般来说 ，Fastboot 线刷和9008线刷只能刷入官方的包 ，Recovery 卡刷和 Recovery ADB 线刷刷官方和非官方的都可以。Fastboot 线刷和9008线刷只能刷线刷包 ，Recovery 卡刷和 Recovery ADB 线刷只能刷卡刷包。一般作者会标注包的类型，如果没提到，一般是卡刷包。Recovery 卡刷、Fastboot 线刷、Recovery ADB 线刷都需要解 Bootloader， 9008线刷不用。Recovery 卡刷步骤多，容易出问题。Fastboot 线刷最简单，不用考虑那么多，刷就完事了，不容易出问题。Recovery ADB 线刷稍微多一点步骤，一般不会出问题。9008线刷比较麻烦，极少出问题。推荐顺序是 Fastboot 线刷、Recovery ADB 线刷、Recovery 卡刷、9008线刷。我做了一张表总结。我每种刷机方式都会细讲，关于如何进入 Recovery 和 Fastboot 这两个最常见的刷机模式，可以搜一下自己的手机如何进入。不同的手机进入方式不同，一般来说，关机后同时按住电源和音量加进入 Recovery， 电源和音量减进入 Fastboot。有的手机是反过来的，有的还有其他的操作，这里不详细说了。通用的办法是通过命令行进入，之前我推荐的搞机助手里也有相应的功能。命令行我会在 Recovery ADB 线刷里简单讲一下。我演示 Recovery 卡刷和 Fastboot 线刷的时候就使用搞机助手这个软件，比较无脑一点。在演示 Recovery ADB 线刷就不用这个软件了，这样两个都能演示到。可以注意一下，我在 Recovery 卡刷、Fastboot 线刷、Recovery ADB 线刷时用的是3种不同的进入方式，当然本质是命令行和实体按键。关于刷入 GSI 这个和卡刷基本一样，但是有许多小问题，这个就不多讲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试试。还有就是使用 Recovery 时推荐使用英文界面，这样后期出现问题方便查谷歌。Recovery 卡刷首先连接电脑，进入 Fastboot， 通过软件点击进入。通过软件刷入 Recovery。
然后进入 Recovery， 通过软件进入。在刷包之前，推荐先做好备份。备份分2种，一种是手机上的图片、视频软件之类的，还有就是刷机时方便还原的备份。记得将备份文件传入电脑。由于我的图片、视频软件都有云端和本地备份，就不演示了。然后清除数据，这一步比较复杂一点。关于几清的问题，我会放一个链接在简介里。理论上双清就够了，但是我实测有的机型双清不行。我一般就用2种清除模式，一个是双清，还有就是格式化 data。之前提到的备份就很重要，如果你不确定怎么清，即使清错了无法开机，也可以还原后重新清除数据。刷入卡刷包就行。要注意的是，第三方的卡刷包需要底包的支持，就是你手机在刷机前是什么包，否则大概率刷不上。考虑到有的 Recovery 只有英文版，我也做了一个中英的对比。Fastboot 线刷，首先关机，然后同时按住音量键和电源键进入 Fastboot。然后连接电脑，进入软件，推荐使用官方的线刷工具。选择线刷包，一定要选择清除所有数据，否则可能无法开机。等刷机成功后，拔掉数据线，等待即可。Recovery ADB 线刷。关于相关工具，我推荐谷歌 SDK Platform Tools， 我会把链接放在简介里。在使用时需要把相应的包放入 SDK Platform Tools 的安装目录，在安装目录里按住 Shift 加鼠标右键，选择在此处打开
PowerShell 窗口即可。关于常用的命令，我会放在评论区，更多的可以自行查询。连接电脑。首先通过命令进入 Fastboot， 然后清除 recovery 区间。通过命令刷入 recovery， 然后通过命令进入 recovery。进行数据备份和数据清除。然后在 recovery 里打开 ADB 线刷功能。通过命令刷入卡哨包。确定刷入，等待刷机完成。重启就好。
关于9008刷机，很遗憾我不能进行演示，之前做的刷机线都被扔了，家里也没有多的数据线了，我只能口述了。我尽量讲详细一点。9008只适用于高通的机型，9008刷机流程和 Fastboot 线刷类似，只是进入9008刷机稍微麻烦一点。一般有数据线短接和主板短接两种方式进入。有的手机只能用其中一种，有的手机两种都行，试试就知道了。数据线短接可以自制刷机线，也可以在网上购买。我就讲一下如何制作刷机线。先把数据线外面一段的皮剪掉，剪开后一般是红白绿黑4股线，如果不是的话，参考 USB 数据线的标准。然后把绿线和黑线的皮用打火机烧一下，然后用剪刀把皮剪开，露出铜丝。这样就做好了。手机亮屏时，用做好的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把两节露出的铜丝挨在一起的同时按开机键，手机会黑屏几秒，然后把铜丝分开，开机键也松开，电脑就会识别到是9008端口。主板短接就是先用工具把手机后盖打开，然后用镊子连接主板的两个触点。这两个触点具体是哪两个？由于我不会看电路板，就不知道有什么通用的办法。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我是在网上搜索的自己的机型需要连接哪两个点。手机在关机的时候，主板保持短接，然后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和手机，就直接进入9008端口。进入9008后，进入线刷工具刷机就行。但此时我不推荐你的手机的品牌的线刷工具，推荐使用高通的线刷工具 QPST， 然后选择对应的线刷包就行。刷完机后，手机会有谷歌验证。我总结了一下，这些可以过谷歌验证。我就说说前两个吧，这两个我最常用。软路由我无法教你，懂的都懂，不懂我也没办法。断网就是手机不插卡不连 WiFi， 然后按引导来就行。这个是具体的刷入 Magisk 的步骤。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刷入 Magisk。 第一是 Magisk 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 root 权限，第二就是可以刷入各种模块来实现各种功能，然后就是 Magisk Hide 这个功能，它可以防止到一些软件检测到你的 root 环境，然后不让你使用你软件的情况。然后你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关于网络环境需要有科学上网的环境。然后还有就是一台安卓手机，推荐使用较新的安卓版本，然后使用稳定版的系统，最好是类原生的系统。然后就是解锁 bootloader， 关于具体解锁 bootloader 的教程，就建议去查询一下你这个手机具体型号的教程。然后就是一台 Windows 的电脑需要配置好 ADB 环境， ADB 的环境推荐使用谷歌的工具，还有就是装好手机的各种驱动。然后接下来一步就是在手机上安装 Magisk 的软件。我先打开浏览器，然后搜索 Magisk， 然后进入它这个 GitHub 的官网，然后下这个最新版就行了。下这个最新版就行了。然后我的是已经安装的老版本。然后也可以用，因为之前有的人说这个23以后的版本有的功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暂时没有更新。然后我安装好的软件在这里，然后点开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只要这个 RAM Disk 写的是 Yes， 然后就可以了，就说明你的可以安装。如果不是的话，有的是显示错误，可以试一下，但是很可能安装不了。然后现在进到这个页面就是正常的。然后就是要在电脑上下载完整的刷机包。由于我的手机安装的是类原生的系统，所以说我就在我那个类原生的官网上下载完整的刷机包就行了。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刷过机，你就直接到你手机的官网上去下载完整的刷机包就行了。
然后电脑打开压缩包，把中间的 boot.img 的文件提取到手机上。然后手机使用 Magisk 修补 boot 文件。我现在是已经把这个 boot 文件拷到我的手机上了，然后现在就看上面这个 Magisk 这一栏，然后点这个 install 了之后，这儿 select a file， 然后选择就是你刚才选择你刚才拷的这个 image 文件，然后我这就选这个，然后就点这个 Let's go 就行了。然后稍微等待一下，好，然后这儿写的 all done， 然后就完成了。修补完了之后，我们就来到文件管理器，然后刚才你修补的这个文件就多出来了一个这个文件，就是你修补好的这个文件，把这个修补好的文件再拷到电脑上，把 boot 文件拷到电脑上了之后，在手机和电脑用数据线连接好，然后手机进入 fast boot 模式。再次进入 Magisk， 看到这个界面就代表成功了。